20年前，我的亲生父母将我遗弃在道观门口。20载修行，已真至人间无敌。可惜这最后一丝未断的亲缘，如枷锁在身，阻我道心圆满，无法问鼎道君之位。秦家3年内必有大灾，必定家破人亡。我若为秦家遮蔽天机，3年期满，便能归还深恩，飞升道君，避天赦劫，斩元所杀。从今日起，我闭目问道，遮蔽天机，为秦家挡灾3年。3年未到，此福不除。你就是从道观回来那个野种秦阳，这眼睛怎么瞎的？穿的这么寒酸，我呸！真是晦气！哎呦，哎呀，谁打的我？聒噪的东西！我此番归来，若秦家待我尚有半分情义，3年期满，恩怨有情。若他们依旧对不起我，那本道君那3年期满之日，便是秦家家破人亡之时。哼！混账东西！谁让你穿着这么一个恶心的道袍进入我秦家的？你！啊！去！怎么回事？我眼花了！秦伟业，这就是你和你20多年未见的亲生儿子相见的方式吗？啊！你畜生！老子告诉你，我只有一个儿子，叫秦丽。要不是为了让你代替丽儿跟那个瘸了腿还毁了容的苏家大小姐联姻，你根本就没有机会踏进我秦家。3天后，我们举行认亲宴，到时候我们会认你当养子。现在你立刻下跪，跟丽儿谢恩，感恩丽儿给了你这次进入秦家的机会。快！让真货给假货下跪，认亲子为养子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只可惜他秦丽不配，就连你们秦家也不配。秦阳，你眼睛上贴的是什么？你不会是瞎了吧？哎呀，瞎了怎么跟苏暖玉联姻啊？苏家不可能接受一个瞎子女婿，我们秦家也不能认一个残废当养子。不可能啊，他小时候不瞎呀。3天以后就要举行认亲宴了，到时候我还请了权势滔天的北境玄主亲自来主持。他这个鬼样子，这不是丢我们秦家的脸吗？哥哥，你或许是不满我占了秦家少爷的身份，但你也不能装瞎来博取爸妈的同情吧？我还是帮你把这张破纸给撕了吧。这符你碰不得。这是为何？符掉，则秦家灭。秦家灭？爸妈，你听到了吗？他说符掉了，我们秦家就灭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小畜生，谁给你的资格让你在这妖言惑众？我们秦家盘踞海城多年，怎么可能被你这一个破符咒给吓倒呢？果然是道观长大的野种，一进门就学会用这种上不得台面的手段来争宠夺势。哎呀，哥哥，爸妈都生气了，你还不摘啊？还是由我来帮你吧。丽儿，小丽，小丽，小丽，我说过了，这符你碰不得。你个灾星，刚回来就想要你弟弟的命啊！啊！哎呦，秦阳，你个畜生！小丽要是有个3丈2头，要你的命！秦阳，
别以为你学了几招三脚猫的道术，你就能翻天。我告诉你，在秦家，你永远得低头，认小丽为主。妈，哥哥对我心里有怨气，发泄出来就好了。但是你居然诅咒秦家！秦阳，你一回来就欺负你弟弟，你还把我们放在眼里吗？小丽，你放心，待会儿我和你爸就好好教训这个逆子，让他这辈子都踩不到你的头上啊！原来这就是所谓的清源，肮脏不堪一击。不过也得靠着这最后一丝清源来圆满我的道心。道心圆满之日，便是你秦家覆灭之时。你这个小畜生！我不管你这20年学了多少妖魔鬼怪的本领，3天以后的认亲宴，你必须得给我老老实实的。这是入赘苏家的协议，签了它。签了字，从此以后，你跟秦家再无半点瓜葛。这协议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这第一，你自愿放弃秦氏，改姓为苏，入赘苏家；第二，你自愿放弃秦家所有的财产继承权；这第三嘛，没有我们的同意，你不准踏出苏家大门半步。哥，苏小姐虽然毁了容，断了腿，但她毕竟也是苏家的大小姐。你作为秦家人，能给秦家做的最后一点贡献，不过如此，所以就拜托你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签了它。好，我签。可笑至极，此约是我与最后一丝亲缘的断绝书。签下名字的这一刻，你们的面便与这张废纸再无不同。一个瞎子也敢在秦家兴风作浪，必须要给他一个教训。连爸妈在他面前都跟老鼠见了猫一样，如果再让他待下去，这个家将没有我的立足之地。妈，爸，你们别生气，哥哥肯定是在道观学了一些江湖戏法，才敢倒反天罡的。咱们得帮帮他，帮帮他改邪归正，不要让他误入歧途啊！我是天高地厚的东西，小丽，马上找人收拾收拾他，只要给他留口气，让他跟那个瘸腿残废能够联姻就行了。爸，愚蠢的凡人，就让你们再多活2天。2天之后，天道反噬，因果清算，你秦家必将灰飞烟灭，鸡犬不留。大小姐，这里是5000万，我想找您帮我处理一个瞎子。哎，不用打死啊，打断双腿，废掉双手就可以了。就是他。我只出手1次。哎呀，那完全足够了。只要大小姐肯出手相助，那就是我们秦家的无上荣光啊！爸，叶家主，子辰，我刚得到消息，白云观那位最尊贵的道君已经下山了。爸，你是说？就是那位。听说他此次下山是为求得道心圆满之法。你若是能得到那位道君的青睐，甚至成为他的道侣，我叶家必将飞黄腾达。好，叶家主，这位道君高人一定是仙风道骨，想必年龄也过了100岁了吧？鼠目寸光，那位道君天纵奇才，如今才只有23岁，却已是人间无敌。子辰，这就是我费尽心力从白云观求来的道君画像，我们一同瞻仰道君的仙颜。哇，爸，这怎么有点模糊呢？
奇怪，怎么看不清呢？这才是真正的天人之姿啊！我等凡夫俗子，肉眼凡胎，怎么能轻易窥探道君的真容？这身形怎么越看越像秦阳那个畜生？绝对不可能，他不过就是一个瞎子，怎么可能会是白云观的道君？啊，叶家主，叶大小姐，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急事儿，我就不在这儿打扰您二位了。这个秦丽，薄唇蛇信，三角豹目，天生一副反骨相，注定横死街头。日后不可与他过多接触，免得伤了我叶家的门楣。爸，这个秦丽不过是我泉下的一条狗，我们不必在意它。不过，上门的钱哪有不收的道理啊？好强的气息！海城何时有如此强大之人？晚辈周莫离参见前辈，敢问前辈可是白云观那位易如凡尘的道君大人？道君修为果然深不可测，竟能引动灵气外放，化为屏障，遮蔽真容。莫离苦修40载，可修为滞涩，困于瓶颈。愿得君一语点拨，突破境界。莫离愿付出任何代价。秦伟业费尽心思想要巴结的北境巡主周莫离，有点意思。山根通玉鼎，紫气聚丹田，虽然难得一见的女帝面相，可惜呀，心有执念，反受其累。这是本君赐你的造化。我的修为，多谢道君再造之恩，我周莫离甘愿俯首为君仆。主人，我还有再见您之日吗2日后的秦苏联姻，本道君自会与你相见。主人纡尊降贵，怎么会参加如此小门小户的宴席？立刻以最高规格举办秦家认亲宴，此宴有贵客要来。凡尘喧嚣，红尘万丈，倒也有几分趣味。男人虽瘦短，却最会享受生活。穿的太奇怪了吧？那个眼睛上贴着符，感觉好帅啊！怎么回事？拍不下来。有人花钱买你一双手，一双腿。缩地成寸，你是什么人？因果之线，是本道君未来的小女仆。敢说本小姐是你的女仆，你找死！回去吧，不是本道君的对手。混蛋！你给我等着，等我成为那位道君的唯一道侣，定叫你不得好死！嘿，黑女，北境神主说那位道君也会亲临秦家的认亲宴，此等机会我叶家怎会错过？速速备礼！儿啊，干得不错啊！秦阳那个瞎子，现在估计已经被叶思辰打断手脚，像条死狗一样扔在臭水沟里了吧？叶大小姐，事情进展的……秦烈，你差点害死我！我叶家跟你们秦家没完！叶，小烈，怎么了？老爷、夫人、少爷，苏家小姐请见。苏小姐来了，快快有请。是。哎呀，哎呀，苏小姐，你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？我好出去迎接你啊！秦先生，我今天是来退婚的。啊，不是苏小姐，
这可万万使不得呀！你可是答应过我的呀！只要联姻，你就给我们秦家注资5个亿的资金呐！要是没有了这笔钱，我们秦家可真的就要破产了呀！是啊，是不是金阳那个逆子惹了你啊？我这就让他过来给您赔礼道歉。对对对对。今天没发生什么意外吧？怎么，看到我没死，很惊讶吗？逆子，你回来的正好，还不赶紧跪下跟苏小姐道歉，求苏小姐赶紧跟你结婚，否则的话，我就把你赶出家门。秦先生，我如今双腿尽断，柔颜尽毁，我不想拖累旁人，是我单方面退婚，不是令郎的错，苏家会尽力补偿，还请你不要责怪他。退婚的补偿哪比得过跟苏家联姻所带来的利益？一成婚就有5个亿。有趣，不过一介凡人，竟能与本道君牵扯上姻缘金线，天道之意果然难测。你还愣着干什么啊？你还不赶紧向苏小姐表明心迹，就说你仰慕苏小姐已久，无论苏小姐变成什么样子，你今生非苏小姐不娶。哥哥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你不会是看苏小姐毁了容断了腿，就打心眼里瞧不起她吧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谁给你的胆子，也敢在我们小姐面前胡说八道，编排是非？小春，不要说了，他说的也是实话。啊！我不想因为我的残缺，耽误你的人生。这个婚是要退，不过不是现在。你干什么？你的伤我可以治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作为条件，第一，明天的认亲宴之后再退婚；第二，联姻的那5个亿1分钱都不许给秦家。他根本没有开口，我为什么能听见他的声音？好，你的条件我全部都答应。哥哥，你可别说大话，苏小姐的伤你怎么能治得了呢？秦阳，你只不过是个下九流的臭道士，在道观里学了一点骗人的皮毛，你竟然敢在苏小姐面前大放厥词！秦家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？哥哥，就算你再贪图苏家的财富地位，那你也不能诓骗苏小姐呀，要不然你治不了她，她岂不是更绝望了吗？闭嘴！秦先生，我相信他，这婚可以暂时不退，但我和秦阳有婚约，明天的认亲宴，我要他享受最高规格的待遇，我不希望有任何人看轻他。小春，我们走。嘿嘿，苏小姐放心，一切按照您的吩咐啊。那您慢走啊。喂，毁了容的死瘸子，还想拿捏老子！我告诉你，别以为这个丑八怪给你撑腰，你就要翻天。明天的认亲宴，小丽才是主角，你只配给她提鞋。聒噪！这爸，明天本道君道心继承，这所谓的秦家也该赴死了。至于这根姻缘线，就在认亲宴上，与之苏暖玉了却姻缘，也可彻底斩断。红颜不过枯骨，世间万物皆不能动摇本君道心。恭喜恭喜啊！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儿子秦立啊，刚从国外回来。叶家主到，叶大小姐到。哎呀，叶家主、叶小姐，你们的到来简直让我们秦家蓬荜生辉呀！小丽啊，你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叫叶叔叔呀！快，叶叔叔好，叶小姐好，感谢您2位百忙之中参加我们的认亲宴。哎呦，这怎么回事？谁啊？爸，你说的那个道君，他真的会来吗？放心吧，乖女，
这个消息千真万确，爸爸也做好了万全准备。只要道君一来，哪怕倾叶家之所有，我也要让你成为道君的道侣。哎呀，爸，小声点儿，要是被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听到了，多不好。难道那位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尊贵道君，真会降临我们秦家认亲宴？还有半小时，3年之期便满，到时候吾之道将无人可挡。这个气息，道君，孽畜！你这个逆子！今天是关乎我们秦家未来的大日子，你穿得像个乞丐一样的就来了吗？你这是简直要把我们秦家的脸给丢尽了不可！哥，我知道你看不起我，但是你不能看不起秦家呀！你穿成这样，不是让爸妈难堪吗？是啊，这什么场合啊，穿成这样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滚进去，换身体面的衣服！真是碍眼的东西。这等身外之物，于我而言皆是俗。你们这种凡夫俗子，又怎会懂？爸，就是这个瞎子，他说我是他未来的小女仆。啊！什么？你这个逆子，竟然说叶大小姐是你未来的女仆！你这是想害死我们整个秦家吗？好啊，小崽子！我叶家纵横海城几十年，还没有人敢这么欺负我的女儿。你想怎么死？爸，反正他都是个瞎子，那不如就砍掉他的4肢，拔了他的舌头，让他做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。你们应该庆幸，与我有一丝因果，否则凭你们刚才那番话，叶家已经在海城出名了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这个逆子，你死都临头了，还在这口出狂言！你得罪了叶家主，我今天非要亲手收拾你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不可！我呀！他这是使用什么妖法呀？啊，我看清楚了，就是他眼睛上那道符，只要把那符撕了，他就任由我们处置了。哇，怪不得他不让我动他那个眼上那个符呢。说什么把它撕掉以后，就让我们秦家家破人亡，我们秦家就完蛋。原来这猫腻全在这张符上，老子今天非要把它撕下来不可。你确定要撕？确定以及肯定。那来吧。叶家主啊，我愿意出我秦家1半的家产，请叶家主助我撕掉他脸上的那道符。好，我正好要教训教训这个狂妄无知小儿。你们这是自寻死路！住手！哎呀，宣主大人，宣主大人，今日人间最尊贵的道君将亲临此地，别让你们秦家这肮脏的家事污了道君的眼。宣主大人教训的及时，我也是老糊涂了，一时没想得那么周全。逆子，告诉你啊，你穿成这个鬼样子，一会儿千万不要出现在道君的面前。跟道君的机缘，只有我们小丽才配。这机缘，你们在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，唯独你秦家，不配。秦阳，你怎么敢这么说话呢？你个孽障！来人啊！够了，说不定道君已在场，我没时间跟你们这些凡夫俗子再次虚耗。宣主大人说的是，迎君第一人，我叶家当仁不让。我们必须给道君留下最好的印象。奇怪，这位秦家的弃子为何总给我一种心悸却无比熟悉的感觉？思辰，这是你成为道君道侣的最好机会。走。死瞎子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！爸妈，咱们也赶紧进去吧，千万不能让道君觉得咱们秦家怠慢了。对，不能让新叶的抢了风头。走。今晚夜就让你们姑且多活1刻钟，今日秦家必灭。秦阳，秦阳，你答应过我，今日可以治好我。我说过的事情，今日必定让你脱胎换骨。秦阳，
我劝你还是别进去了。今天可是我们秦家最重要的认亲宴，还有天大的贵宾。像你这种不被秦家认可的野种，进去只会给我们丢人现眼。哦，苏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让您看笑话了。我劝你啊，千万不能跟这种人待在一块儿，以免沾了污秽。不如今天就由我为您推轮椅，送您进去。我是秦阳的未婚妻，既然你们秦家不欢迎他，那今天这场认亲宴我也不必进去。主角不在，这认亲宴光有配角有什么意思？我等你们求我出席的那一刻。秦阳，我的容貌，还有我的腿。秦阳，把衣服脱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无耻！道君系人间，片一夜不沾身，凡俗男女之情，不过是过眼云烟。这亦是本道君的人间修行。你无需多想。脱了。这姻缘线便是天道给我的最后考验吗？只是这考验不过尔。天地滚象，为我护道。各位，欢迎大家在百忙之中能够抽出时间莅临认亲宴。这是我的儿子秦丽，从小学习优异，尤其在书法方面更是得到了书圣的认可，真可谓是一字千金。特别感谢玄主大人和叶家主能来到我们秦家的认亲宴，小侄秦丽这就在现场为二位题字。道君怎么还不出现？若不是得知他一定会来，我是万万不会亲自出席这如此寒酸简陋之喜。玄主大人说的对，这秦家的无知小儿当真可笑，区凡人比也敢妄称一字千金，在我等看来不过是废铜烂铁，污了眼球。今日这2幅字就送给二位大人，希望我们玄主、叶家还有我们秦家3家永世交好。啊！这是法相天地，道君已现。周莫离、叶家主，你们看不起我们那又如何？丽儿，只要是能够得到道君的青睐，我们飞黄腾达那就指日可待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他们在我面前匍匐做狗。这就是道君的化身吗？啊，这人形看着有点眼熟啊，怎么跟祁阳一模一样？哪有什么道君？我看根本就是祁阳那个小杂种，见我们不让他进认亲宴，故意搞出来的鬼把戏，故意想把那些大人物都吸引过去。爸妈，你们先别生气，哥哥应该是嫉妒我是认亲宴的主角，这才使了一些不入流的把戏。呸！这个小畜生，他以为他在道观里学了几手不入流的三脚猫的功夫，就以为我们秦家拿他没办法，简直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今天有位通天的玄主都在场，
我倒要看看他那帮不入流的道行能够翻起多大的浪花。走。我的脸好了，我站起来了，我的腿恢复了。秦阳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我被人下毒毁容，被设计断腿，便请天下名医都束手无策，他却如此轻松地将我治好，甚至比受伤之前更胜往日。难道他就是传说中的道君在哪儿？不行，绝不能让他们知道我的腿和脸都好了，否则苏家那些人不会放过我。道君在哪儿？道君在哪儿？学主，叶家主，我替我哥哥向你们道歉，他应该只是一心想得到大家的关注，才用了这种鬼把戏。孽障，你还敢作战？赶紧起来跪下，向玄主还有叶家主道歉！快！道君法相降临，天地异象，那股气息浩瀚如渊。其实尔等凡夫俗子可以随意模仿的，这一定是道君对我们的考验。只要我们心诚，道君才愿见我们，让我们一睹道君颜。对，玄祖所言极是呀。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如何能揣测道君的圣意呀？房间里明明只有我和秦阳2个人，哪里来的什么人间无敌的道君？难道秦阳是他们口中的道君？宴席，没宴哪有席？道君既然初入人世，必然是愿意看一些有趣的宴席，不然又怎么会纡尊降贵，来到这区秦家的宴席？你们活着的最后这几分钟，本道君倒有乐意陪你们玩玩。虽然哥哥的眼睛不变，但从小在道观清修，想必琴棋书画这些雅事你都擅长吧？不如比试一番，给在场诸位和那位神秘的道君展示一下。道君乃是9天之上的至尊，能俯瞰尘世，已是尔等天大的荣幸。你们秦家为道君献艺，莫要用凡俗之物，污了道君的眼，脏了道君的耳。狗男人，我倒要看看你一会儿是怎么当众出丑的。你别以为装神弄鬼的就可以攀上高枝了。哼，我家丽儿从小得到高人大家的指导，学书法更是被誉为未来的大师。今天我就让你眼睁睁地看着道君是如何青睐我们家丽儿的。只怕我的音律，我的书法，你们看了活不长久。没教养的野种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我们秦家就不该把你这种只会说大话的货色找回来。好得很。来人，把古琴给我拿上来，老子今天倒要看看我有没有命听你弹曲子。跟秦厉少爷比，他配吗？一个瞎子，秦家不知倒了多少血霉，找了这么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。太好听了，哇，不帅啊！虽非天籁之音，倒也不俗。哥哥，该你了。凡人奏曲，宜人耳目；仙人抚琴，可定生死。此曲为尔等送葬。漂亮了！怎么见过这种景象啊？我的头发怎么变白了？啊！
怎么回事？什么都变了。仙人曲，传说中闻者折寿10年的仙人曲，这怎么可能？区区一秦家弃子，怎么能弹奏出影响我等寿命的仙人曲？什么？折了10年的寿命？你这个畜生，你这是要我的命啊！是不是？你眼睛上那个破符捣的鬼，快说！爸爸别慌，这肯定是哥哥的障眼法。如果真的折了10年寿命，那苏小姐怎么没事啊？哎，没事啊。对呀，爸，肯定是哥哥恨我们秦家，他恨所有羞辱过他的人，这才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报复我们。对，还恐吓玄主和叶家主。我的头发没事，难道是因为祁阳之前为我重塑根果，所以我才不受这仙人曲的影响？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以蝼蚁之心揣测神明之意，真是蠢得无可救药。没错，秦家这种小门小户，怎么出得了通晓仙法之人？定是我们不知道的某种幻术。曲子不错，幻术也逼真，竟然用这种方式来愚弄我等，取悦道君，你秦家的弃子，真是胆大包天呐！该死的秦阳，风头又被你抢了，绝不能让你再得意下去。哥哥的戏法确实逼真，但书法乃文人之风骨，一撇一捺，刚正不阿，这可做不得半点假。若是比试书法，哥哥可敢比？好啊，本道君的书法承载的是因果天命。既然你们这群蠢货急着想看自己的未来，我就成全你们。要不如我就为秦家3人各提一字，如何？好，我倒要看看，当你们知道秦家家破人亡的结局后，会不会跪下来像狗一样对我摇尾乞怜？好，那就比，我看你这个瞎子到底装神弄鬼到什么时候？比完之后，我非把你眼睛上这个破符亲手给撕下来不可。此子处处透着诡异，正好借着书法一探他的虚实。正好也让道君大人欣赏一下这秦家自导自演的可笑闹剧。太漂亮了，这出高徒啊！好字啊！秦厉少爷果然是文武双全呐！秦厉此人虽然卑劣，但这手字确实有几分大家风范。爸，这秦厉倒是有2把刷子，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哥哥，该你了。尔等凡人妄图窥探天道，简直就是自寻死路。也罢，今日便成全你们。什么情况？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若是扰了道君的雅兴，你们赔得起吗？玄主，好字啊！这笔法飘逸飞天，仿佛仙人之笔，蕴含天道。秦在这个弃子，他的书法造诣比那秦厉高出100倍。啊！只可惜是个瞎子。哎呀，你赶紧起来！你发什么神经啊？这个道君还有贵人都在这儿呢，你这不让人家看咱们的笑话吗？啊！不是，我刚刚看到我满头白发，皮肤也都烂了，只活到60岁就凄惨的死掉了。是这样，一定是他搞的鬼。哎呀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他这个瞎子连动都没有动，你这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！秦伟业，下一个就轮到你。轮到老子就轮到老子，
怎怕你不成？去！你这一生汲汲营营，唯利是图。既然你最看重财，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看你散尽家财的样子。好一个才子！笔锋锐利如金戈，却又圆融似宝珠，聚散有时，藏露有度。此字已然通神。啊！着火了！快救火！快救火啊！我的天！我的天！我一辈子的心血呀！我的天！我的天啊！我的天！我不要！我不要！我不要过这种穷困的日子！我不要！我不要！我不要！爸，没事了，醒醒啊！爸，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我刚刚看到我一辈子的积蓄全部被烧完了呀！我沦落在大街上，我惨死在街头。齐伟业，你分明就站在这儿安然无恙，打扰到道君和我等贵客的雅兴，当我周末里是吃素的吗？怎么样，喜欢我为秦家提的字吗？还有最后4个字。禁足灭！我不要！我不要！给你吃猪肝去！臭要饭！妖法，你有妖法！因果轮回，结局既定，秦家的命运便是如此。这是言出法随。他写的不是字，是因果。因果。秦家的未来已然无法改变。海城何时出现了这等人物？除了那位传说中的道君，难道？果然，他绝非凡人。有他在，我的血海深处报之以望。爸，你醒醒！爸，都是障眼法，都是那惹的鬼。我们家没事啊，只要把那个符咒拿下来，咱还跟以前一样，咱还是豪门望族。对，我们还是豪门望族。你这个畜生，竟敢对你的亲生父母使用如此恶毒的妖法！魏延，快去把他眼睛上的妖符撕下来！我不想死，你去啊！孽障！我今天就撕下来你的这个妖符，我跟你拼了！斩清断缘到方城，这最后一刀便由你们亲自落下了。我看你如何施展妖法！3年之期已到，本道君请秦家不死。这是为了瞎了。我以为你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本领呢，不过就是3脚猫功夫而已。你也不过就是一个装神弄鬼的废物。我呸！一个被扔掉的垃圾也敢回来诅咒我，我看你才是该死的那个。爸妈，千万别跟这种人置信，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，
只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吓唬吓唬我们。嘿嘿嘿，就是破纸一张。怎么？我今天看你怎么让我们秦家去死！喂，干嘛大呼小叫的呀？秦东，我们克虎宝石集团刚刚单方面撕毁了所有合同，说我们是不良企业。秦少，所有合作银行刚刚同时打来电话，夺走了我们所有的贷款，我们信用评级为0，我们的资金链断了。你说什么？商业犯罪调查科的人冲进了公司，还查封了所有的项目。为什么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对我们秦家做了什么？3年前，秦家本有灭顶之灾，是我闭目问道，愚弄天道，方才为秦家倒下3年灾劫。这道符便是守护秦家性命的保命符。如今3年之期已到，而你秦伟业亲手扯下了这最后一道，秦家的命运才刚刚开始。一张符咒就能遮蔽天机，保佑一个家族3年，这种通天手段，我闻所未闻。秦家要跑了，那我的豪门生活呢？不，我才不要变回那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！是我们把秦家送上了绝路。秦阳，秦阳，你好狠的心啊！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，你怎么能眼睁睁看着秦家去死？怎么可以？儿子，爸爸错了，爸爸知道错了，爸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求你再救救我，好不好啊？这份断绝书是你们逼我签的，如今你们只有秦离一个儿子。清源县，对。本君到场，3月之后，白日飞升。这是无暇道心。无暇道心，传说中的无上道君。你还不过来跪拜本道君，你们未来的主。跪拜道君。你就是那个无敌的道君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们都被他骗了，他一直都是那个从小就被丢弃，连狗都不如的杂碎。原来我们亲儿子竟然是道君。我亲手把破殿的富贵和权势推出了秦家的大门，我才是那个瞎子。原来我的未婚夫竟然是俯瞰尘世的道君，我之前还羞辱了道君，我这不是找死吗？道君恕罪，小女无知，惊扰了法驾，求道君给一条生路。我叶家愿一世为奴为仆，伺候道君左右，请道君恕罪。求道君垂怜，莫离愿永生永世追随道君身边，万死不辞。尔等的臣服，于我而言，不过是行走世间的因果轮回，这是你们的价值，也是你们的幸福。你根骨尚可，道心坚韧，今日便赐你御剑诀，从今以后，你便是我座下的捧剑婢。谢主人恩赐，莫离愿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叶家心不诚，杂念太多，只是本道君行走这世间，尚需2、3奔走之奴仆。这字符你可悬挂于叶家祠堂，可保你叶家3代富贵。这亦是我与你叶家签订的契约，若是有二心，这字符便是索命符。道君，叶家绝无二心，愿意服侍您左右，谢谢道君恩赐。至于你与我有一丝因果牵扯，为了斩断这丝因果，本道君可以答应你3件事情。苏暖玉，谢过道君，有道君在，整个苏家都将是我的囊中之物。我的好哥哥，你害我毁容断腿，这笔账也该跟你好好清算一下。秦阳，
你个孽畜！你是道君又如何？你天下无敌又如何？我们只是秦家在海城的一个分支而已。我们秦家如盘龙卧虎，身居京师，高手如云。没错，只要我们回到了京师本家，随便一位攻方出手，就能将你碾成齑粉。你死定了！京师本家定会让你神魂俱灭，永世不得超生！主人不可大意，京师秦家的确是第一豪门，其底蕴深不可测。京师秦家，哼，再多蝼蚁亦是蝼蚁。本道君在此，这世间有何人敢与我为敌啊？京师，秦家老太爷，有请秦家子秦阳回老宅一叙。这是谁？听见了吗？啊，我们京城来人了！你把我的公司搞垮了又怎样？你能奈我何？有京城本家替我们撑腰，你算个屁呀！没错，我告诉你，当年就是老太爷算出你是可家可父母的天下孤星，才勒令我们把你这个祸害丢掉。对，现在看来，他老人家可真是算无一策啊！爸妈太好了，我们回到京师以后，我肯定好好努力，成为秦家最出色的一代，给你们争光啊！爸爸妈妈永远相信你，你永远是爸爸妈妈心目中的小宝贝儿。齐阳，就算你是道君又如何？在京师秦家滔天的权势面前，你就是一条狗，跪在我脚下摇尾乞怜。此天煞孤星命格，乃不祥之兆。有朝一日，必会威胁我秦家100年运势，必须将他驱逐。带走。原来如此，这桩清源还牵扯到一个不知死活的老东西。主人，秦老爷深不可测，传闻他身边奇人异事无数。无妨，这世间还无人可奈我何。你可为本道君指路，待本道君驾临秦家，便让那秦家老太爷亲自跪在本道君面前，求得原谅。老二，你可真是给我们秦家长脸，背靠着京师本家，竟然被一个20多年没见的弃子弄得家破人亡，真是丢人现眼。大哥，你少说2句吧。爸，这真不能怪我呀。那逆子眼睛上那一条破符，说这能保我们秦家镇宅3年，我哪信他那套鬼话呀？我一把就给他撕下来，没想到我们家就完了。我是万万没想到，那个妻子她竟然有冲天的手段。爷爷，您别怪我爸，都是孙儿不好，没斗得过秦阳那个野种，才让他有机会毁了我们家。求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能东山再起啊，把我们今天失去的都夺回来。没用的东西！看在你还算是秦家后辈里最出色的，我就给你一个机会。3日后是京师豪门齐聚的精华论道会，所有青年才俊都要借此闻名天下。你去，给我秦家挣个脸面回来。好。至于那个秦阳，虽然是个弃子，但如今看来，倒也并不是全无价值。老太爷，秦阳少爷已在外等候。还是太年轻，有点本事就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先磨磨他的性子，未来做我秦家最锋利的一把刀。就让他在外面站着，站满1天，什么时候懂规矩了，什么时候再进来。
秦阳少爷，老太爷吩咐，让你站满24小时，磨磨性子，方可进入秦家老宅。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敢让道君站在门口罚站？你这个不长眼的老东西，看我不把你这大门踹破！今是秦家不识天数，胆敢辱我祖上！主人，是奴无能，未能为主人提前扫清障碍。既然如此，便由奴为道君立下这回京第一威。怪我，怪我，老太爷！请道君抬步。秦伟业，这就是你养的好儿子。秦家盘踞京师100年，还从来没有敢如此嚣张，直接踩着我秦家脸面上门的。逆子，你以为这里还是你能撒泼的海城吗？还不赶紧下跪，求老太爷开恩，让你定秦家。年轻人有傲骨是好事，秦阳，我听闻你号称道君，可这天下大得很，你不过海城无敌。若你替我秦家在3日后的金华论道会上拔得头筹，我倒可许你入我秦家，尊称我一声爷爷。此番我来，并不是为了入你秦家族谱，而是为了让你秦家族长3步五跪，9步一叩至我身前，为你22年前有眼无珠、诛杀亲孙之举下跪道歉。你，爸，你听这个孽障说的混账话，他分明没把您、没把我们整个秦家放眼里。秦阳这个蠢物，把烈和整个秦家得罪了，我这辈子都能稳居秦家大少爷的位置。逆子！我秦伟业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你一生下来没把你掐死，害得我们秦家鸡犬不宁。混账！你以为你有几分胸围，就可以罔顾人伦、欺天灭祖吗？可别忘了，这里可是藏龙卧虎之地，更是我秦家扎根100年的基地，容不得你放肆。好一个铮铮少年郎！老夫活了这把年纪，还是头一次见到你这般狂妄的后辈。老夫不与你做口舌之争，既然你自诩无敌，敢不敢玩点大的？3日后的金华论道会上，你若敢来，我秦家底蕴尽出，与你一决高下。你若输了，便自废修为，断尽手脚，今生今世为我秦家之奴。你何敢应战？与本君论道，你秦家还不配。你这个孽畜，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！听闻秦家掌权人屹立京师100年不倒，如今一看，倒觉得秦老爷子有点老眼昏花。苏家丫头，我秦家的家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指挥。道君大人，我从海城追随您而来，您曾许诺应我3件事，现在我想动用这第1愿，请您作为我的人，替我参加3日后的金华论道会。我需要明令，助我在苏家重新掌权。你果然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丫头，连金华论道会的水有多深都不知道，竟敢把宝压在我秦家的弃子身上，愚不可及。这就不劳烦秦老爷子费心了。我听闻秦家年年在论道会上拔得头筹，风光无限。可惜啊，这次的头筹要被我苏暖玉收入囊中了。你的愿望，本道君接了。3日后论道会上，定要让秦家众人3跪9叩。爸，这个逆子在我头上拉屎拉尿也就算了，他连您老人家都不放在眼里，再要让他如此嚣张下去，我们秦家的脸往哪搁呀？
我已经找秦镇去找人了，什么狗屁道具，不过是在这道观里几年的野小子，我就不信他能在我手心里翻了天。对，那个小畜生，既然不能为我秦家所用，他就必须死。爷爷，您先别生气，哥哥呢，从小在外面长大，心眼小又睚眦必报的。依我看的话，绝对不能活着，否则我们秦家必定要被掀翻了天呐！你们找的海城叶家不过是绣花枕头，这次我找的可是京师第一高手于东大师啊！只要他肯出手，那个野小子必死无疑。哎，那不是苏家断腿毁容的大小姐吗？她旁边那男的是谁啊？一个瞎子，一个残废，也敢来参加论道会。我的好妹妹，我劝你还是放弃。京华论道会可不是你这种断腿毁容的残废能去的。苏家也早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。哥哥，事情还未到最后一步，谁胜谁负还未可知。就凭你找来的这个小白脸，他能赢下京华论道会？但是，像这样的小白脸，不会连上床都不行吧？我的主人岂是你这种三教九流之人可以玷污的？于师傅，这个孽畜就是我秦家弃子，请于师傅出手，不许留活口。好一个初出茅庐的臭小子，竟敢在金华论道面前拔剑伤人！今日老夫替秦家好好教训教训你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。哎呦！秦家的族孽畜，于东大师乃是京城第一高手，但当众辱他，整个京城将没有你立足之地。都说于东是京城修为第一人，为何秦阳随手一抛就他？难道秦阳当真是他们口中的人间无敌？好你个庶子，老夫念你年少，暂且饶你一死。你竟敢当众侮辱老夫！既然如此，就让你去死！司乃月，你花钱找来的小白脸，马上要变成一具尸体了。皮肤撼天！什么？我的玄铁宝刀竟被他两指夹断！看着他，就像面对一头绝世凶兽。你竟敢毁掉老夫的刀！老夫今天就让你抽筋扒骨，神魂俱灭！仗着自己有几分修为，便残杀手无寸铁的无辜之人，更是当秦家的走狗。于东，这是你的因果。你怎么知道？不可能，绝对的不可能！今日，本道君便为那些惨死在你手下的无辜之人来个公道，废你修为，让你求生不如，求死不如。秦阳，你敢！天哪！从今往后，你便会和那些你所觅食的凡人一样，尝尽人间疾苦，最终凄惨而死。我的修为，绝废了我的修为，我的修为！爸，于东也算是京中修炼第一人，竟然被秦阳像捏死蝼蚁一样废了修为啊！此子已非池中之物，秦家若想再续辉煌，非他不可。伟业一家不过是弃子罢了，就说明啊，秦家真的走眼了。秦家依靠他，
还能再创百年辉煌。那要是秦阳看在伟业一家的份上，他不愿意回呢？那就让老二一家彻底消失。哎爸，京城的高手都拿秦阳没辙，那他之前说我们会潦倒而死，病困缠身，该不会是真的吧？哎呀，丽儿，你就放心吧，咱们是谁呀？咱们是京城的秦家，那个畜生说的话不能当真啊！他能打败于东啊？小帽上碰见个死耗子。不是，你看他，爸，哎呀，丽儿，你别怕，专心准备论道会，只要我们秦家还在，总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请。诸位，今日是京城最盛大的京华论道会，所有的青年才俊齐聚于此，只为博一个举世瞩目的名头。今日出席的有京城秦家少爷秦立，传闻秦立5岁便赢得书法大家赏识，一字千金，引经据典更不在话下，是这次论道会潜力最大的赢家。第二位，海城苏家嫡子苏飞宇，苏家是豪门后起之秀，如今已直逼100年豪门。苏飞宇更是1岁识字，2岁便出口成章，是众所周知的神童。欺世盗名的废物，我才是那个神童。我写下的诗篇，我展现的才华，全都被我的好父亲灌在了你苏飞宇这个私生子的头上。妹妹，你就好好看哥哥我是如何惊艳世人，你注定只能做我脚下那颗蒙尘的明珠。还有这位李文，李家小少爷，从小修道数10载，如今也渐入真境，同样也是这次京华论道会的得力竞争者。道君大人，这次的京华论道会卧虎藏龙，你有把握吗？小道而已。京华论道会现在开始，此次比试共分为3场，2场文斗，1场武斗。第一场命题作诗，题目是限时3分钟。有请秦立。丽儿，接下来咱们秦家能不能翻身，就看你的了。寒光出玉匣，3尺水云凝，断铁如削木，世人皆所惊。好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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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诗啊！闻者惊觉，剑锋3尺，好诗啊！不错不错，这秦家的养子啊，文采确实不俗。是啊，对对对，普普通通罢了，也敢献丑？还好父亲他是重情满腔的正义，提前泄露了题。这首诗我早已烂熟于心，秦立，你就做我的垫脚石吧。龙吟俏充影，出则汉星辰。气荡山河沸，光寒19州。好诗啊！好诗啊！这才是真正的大家手笔啊！气荡山河，光寒19州啊！这才是绝世好诗啊！是啊，好诗。该死的苏飞宇，不是说他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草包吗？连神童的名号都是抢了苏暖玉的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？不过是庸人之作，引些凡夫俗子惊叹罢了。你说什么？今日便让尔等见识一下，何谓能引动天地异象的诗。哼！万物长风日，
我心即剑时，神意冲霄汉，天地一为持。好！天哪，化剑成师，这是陆地神仙之才啊！妹妹，你不是带了个小白脸替你出战吗？怎么他吓得不敢说话了？秦阳，你不是自诩天下无敌吗？那李玟这首前无古人的绝句，你破得了吗？我有一剑，非铜非铁，不至于物，不助于形，可作春风化雨，亦可为雷霆问句。尔等可知？我的本命剑，你敢毁我斗技？这才是真正的天地异象，以言为法，以念成剑。第一场文斗胜者是苏家大小姐苏暖玉。苏暖玉，你倒是好手段，从哪里请来这么个装神弄鬼的瞎子？下一步，我就不信他还能这么狂。这就不劳哥哥费心了。丽儿啊，爹不是吓唬你，下一场一定要死死的把他压下去，要不然我们一家人在老太爷的眼里连一丁点的立足之地都没有了啊！第一场文斗已知分晓，现在进行第二场对联。我的对联是北斗七星，水底连天14点。不对，东坡居士坐船饮酒夜三更。这什么呀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平仄不通，退让不惊，俗不可耐，简直是贻笑大方啊！废物，不是秦家的血脉，如此肤浅粗俗，白白浪费我秦家20年的教养，给我滚出去！该死，怎么回事？买通郑诗意的时候，他给的题库里根本没有这个对联。我对，南山群吼，树上蹦跳，无数只。笑什么笑？哎呀，一群跳梁小丑，听好了，我的下联是：南山孤雁，云间映日两行飞。好啊，用孤雁对七星，两行飞对14点，对仗工整，意味深远啊！南楼孤雁，月中带影，一双飞。孤雁带影，成双飞。天哪，这是神来之笔啊！此联非人力可为。请问，这位是哪位文曲星下凡？请受老朽一拜。文字游戏，不过小道。最后一场武斗，你不需要去了，自有秦家门客出手。现在是论道会最终场，武斗。此次规则很简单，需要每家派一位修道之士上台，战到最后者即为胜者。不必了，你们一起上吧。我的捧剑必一人，足以横扫你们全部。秦阳，你休要大放厥词，坏我本命剑，今日就拿你的命来抵！年轻人，别得意的太早，谁输谁赢还未可知呢。区区凡修，不过赢也配见真龙？莫离，是。主人有令，此战由弟子担。婢女周莫离，请赐教。那位是海城闻名、修为通天的北京玄主，曾经有幸远远的见过，绝对认错不了。真的，这么领军玄主，那个通天修为的大人物，怎么会给这个小白脸做婢女？北境玄主，怎么可能？
她不就是那个被秦家赶出来的弃子吗？怎么可能驱使这等级别的人物主人，敌人已浮生。下面我宣布，此次精华论道会最终获胜者，苏家苏暖玉小姐。太棒了！我花了这么多钱打点关系，最终竟然被苏暖玉这个贱人做了嫁衣。苏小姐，好手段。不过，你如今这副毁容断腿的模样，怕是镇不住精华论道会的头筹。奉劝一句，过刚易折。就算赢了又如何？苏氏集团绝不可能让你这个断腿毁容的女人做苏氏集团未来的总裁。是啊，就算他赢了这论道会，这种残情哪个男人敢要？谁说我是断腿毁容的残废？苏家大小姐的腿不是废了吗？我听说京城好多名医都断言，她的腿这辈子都离不开轮椅了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她明明……哇，真美！哇，好美，好美啊！这就是苏暖玉的真容吗？不愧是京城第一美人，果然名不虚传啊！不是说她被大火毁容，丑陋不堪吗？这谁有如此通天手法，能让她断腿再生，腐肉还颜？今日论道会之胜，暖玉双腿之玉，容貌之富，皆乃主人所赐。我苏暖玉在此立誓，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，我苏家便奉秦阳先生为主。我苏暖玉永远是主人最忠诚的女仆。起死回生般的医术，这等手段堪比神明。是我能得他一治，岂不再添30年阳寿？我秦家可再续100年辉煌。哎呀，看看你干的好事，一个来路不明的野种，竟在我秦家真正的提灵儿逼出家门。苏暖玉，答应你的第一件事情我已经完成了，还剩2件。都是你干的好事，爹，你消消气，消消气呀！我知道我错了，真是那个秦阳吧，他从小就野，我们弄的也是。闭嘴！不想听你说这些废话。我只告诉你们一件事：去负荆请罪，把秦阳请回秦家。啊！他的价值比你们3个加起来还要高1万倍。那个孽种就是天煞孤星，有什么价值？尤其是你，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。除了会花言巧语哄骗这2个家伙，还有什么用？真不知道秦家怎么会把你这个东西当成宝贝。爷爷，果然是眼瞎。爷爷，我求你不要把我赶出秦家，我会努力，追上秦阳哥哥的。丽儿，爹，丽儿毕竟是孝顺的，是个乖孩子。秦阳那个逆子，他从小就野，他是个野心家。就算他回了秦家，他也是别有用心，他只想把我们秦家当成垫脚石。对，我再说最后一遍，你们请不回秦阳，你们3个都给我滚出秦家，从此自生自灭。那不能啊，爹！爷爷，我才是你亲儿子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我们是您的儿子儿媳呀，爸！爸！爹！爸，秦阳，老
子饶不了你！哎呀，怎么办啊，老公？我们怎么可能请得回秦阳？秦阳恨不得我们去死，根本就没把我们当成父母。妈妈别急，哥哥无非是嫉妒你们给我20多年的爱，心里有怨气，我能理解。我去给他3跪9叩，就算他打我骂我，我也认了。只要能把他请回来，只要能让你们俩重回秦家，我做什么都行。丽儿，真是苦了你了，是爸爸没有用，你永远是爸爸妈妈心目中的心肝小宝贝儿。那个孽畜，他只配替你提血。苏大小姐，你来的正好，主人纡尊降贵，暂居苏家，这吃穿用度可不能有半点马虎，这一饮一啄必须配得上他的身份，方能彰显苏家的诚意与敬畏。你可明白？叶小姐教训的是，暖玉明白。叶师妹，主人之事不可儿戏，请苏小姐准备好纸墨，我将主人日常所需一一告知于你，切记不得有任何错漏。主人所着道袍需用千年冰蚕王所吐之丝为底，辅以天山雪莲花蕊制酒，方能不染尘埃，灵气自生。日常饮用不沾凡水，需每日清明日出之前，于万荷丛中取荷叶之上的无根晨露，挤满1壶。五谷杂粮浊气太重，早已入不了主人之口，需用50年一熟的东海灵敏，所以100年何首乌方可入口。苏小姐，光吃穿这一块，不算其他的，1个月至少得花1000万呢。苏小姐，以上这些并非我刻意苛求，而是为了维持主人道体无瑕、不染尘垢的最低用度。若你们苏家力有未逮，我一定会倾尽苏家之力，就算是掘地3尺，也会为道君备齐。能够侍奉道君，是我苏家天大的机缘，暖玉岂敢有半分怠慢。小姐，门外海城秦家的人求见，说是要见府上的贵客秦先生。你们3个可以滚了，主人是不会见你们的。嘿嘿，巡主大人，秦阳是我儿子，麻烦你通报一声，我是来接我儿子回家的。当初的认亲宴，你把道君晾在一边，让秦丽这种草包做主角，生怕抢了他半点风头。如今看到道君有价值，又想回来吃回头草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们不过是我儿子的奴仆，凭什么代替主人说话？赶紧滚开，让秦阳出来见我们。参见主人。是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对我的人？哎呀，儿子呀，我和你妈我们都知错了，我们之前是有眼无珠呀，我们都带着你弟弟过来了，让他跪下给你认错，我们是有诚意的，请你原谅我们一次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让我们做你的父母吧，好吗，儿子？哥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跟我们回去吧，秦家肯定是你最后的归宿啊，我们一直都是一家人啊。秦阳，你这个贱种，要不是看在你还有点利用价值的份上，我恨不得你现在就去死。等我榨干了你，一定让你生不如死。这是吐真符，可以让人只说真话。秦阳，你个小畜生，你以为老子愿意来啊？要不是老太爷逼着我，我连多看你也都不想看，我恨不得你马上就去死。老东西，敢辱骂主人，今天我就送你归西！哎呦，你个小贱人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啊！哼，你是不是爬到了我儿的床上，把我儿整得欲仙不能欲死不得，你才敢在这啊作威作福？你个小骚货！别，你老公，你别说了，别让他们知道我们是归来骗他们的。要是秦阳这个杂种不回家，老太爷会把我们赶出秦家的。我们要再说几句假话骗他们呀！你们好像忘了我们家的要求。我说过，让秦家家主3步1叩9步1跪，行至5分前，为22年前有眼无珠谋杀亲孙之举下跪忏悔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把我心里的话全部说出来了啊？秦阳，你不要太过分啊！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不要把事做得太绝了。你在道观里待了这么多年，难道你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吗？我乃道君，以真治人间无敌，何须遵从凡人规矩？苏暖玉，请客。爸，这怎么办啊？他不跟我们回去，爷爷那边就死定了。不要害怕，我们治不了他，并不代表别人治不了他。我们京城的秦家来了，我看他还敢无法无天。道君大人，我来给您送晚餐了。放下吧，
坐吧，本道君许你可以与我一同共进晚餐。多谢道君大人。你可想好了，要求我为你完成的第二件事情？道君法力通天，有他在，我苏家就算成为天下第一豪门，也只是时间问题。如果我一直不输出这第二件、第三件，他岂不是一直要坐着我们苏家？回道君大人，暖玉愚钝，还没想好，请您再多宽限我几日。慢着，这汤里有毒。不可能，采买和厨师都是我苏家几十年的老人。是谁要害我们？一定是我哥。1年前，就是他设计害我毁容断腿，想要夺走苏家的一切。如今看我恢复了，又想故技仇施，置我于死地。道君大人，暖玉想好了，这第二件事情，我想请您在我身边，当我2个月的保镖。在这期间，我一定会将苏家上下整合，彻底拔除毒瘤，成为苏家说一不二的掌权人。求您成全。道君大人，暖玉发誓，在这期间，我一定恪守本分，绝对不会对您有任何逾矩之想。我只想求您护我周全，让我报仇雪恨。求您救我！本道君还有最后3个月飞升，如今苏暖玉这条阴脸线，已是我最后的力竭。既然如此，你的请求我答应了。多谢道君垂怜，暖玉此生愿为道君当牛做马，万死不辞。一群废，连下个毒都不会！住手！飞宇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生这么大的气？爸妈，苏暖玉那个贱人，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个什么狗屁道君，不仅把他的脸治好了，还治好了他的腿，在精华论道会上拔得了头筹。现在他肯定要回苏氏，跟我抢掌舵人的位置。华民，我们为了把苏暖玉那个早死的妈留下的苏氏集团弄到手，为了让飞宇能够名正言顺的继承，甚至都让他改姓苏了，千万不能让那个贱人再卷土重来呀！对啊，爸，苏氏只能是飞宇的。那个逆女既然生出了反骨，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。那就让她下去，陪她那个早死的妈吧。爸，你叫我去哪，我也听您话。到了那儿，人家根本就不认我。他让苏暖玉那个贱人传话，说让他回家只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说！爸，他让您老人家亲自去一趟苏家别院，跟他3拜9叩，跟他忏悔当年您把他送走的事儿。若不这样的话，他就跟我们势不两立，永世为敌。我堂堂秦家之主，100岁高龄，去给一个被家族遗弃的庶子下跪，要是传出去，我秦家100年颜面置于何地？爸，你息怒，跟这些小辈生气，太不值得了啊！我听说苏暖玉他虽然回来了，但是他在苏家却腹背受敌。他的哥哥苏飞宇可不是什么善茬。对，没错，大伯，苏飞宇和他爸妈早就把苏氏集团当成自己的了，都希望苏暖玉马上去死。这就对了，秦阳他是个道士，或许有些通天的本事，能打能杀，但是豪门商战是人心诡计的战场，他一个长居道观的人，能应付得过来吗？大哥，你有何高见呢？我们等他被苏家人耍得团团转，道君在权谋和金钱面前，又能算得了什么？对呀，不错。修为再高，终究是凡人。这世间的因果纠缠、人情世故，
不是靠拳头就能摆平的。我们就等着他走投无路回来跪着求我们的那一天。哼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我那被车撞断了腿、毁了容的好妹妹。苏飞宇，这里是苏氏集团，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心血，你给我让开！你妈妈的心血？你脑子是糊涂了吗？现在苏氏集团我做主，今天我就是特地来通知你，苏暖月，你被解雇了，现在立马马上带着这个小白脸给我滚出去，别脏了我的地儿。我妈留给我的企业，我不进去，难道要留给你这个靠着女人上位的凤凰女生出来的野种吗？你说什么？美女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飞宇可是你的亲哥哥，你竟然跟他这么说话！今天我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！嘿，思辰，除掉这些烦人的苍蝇。苏小姐可是我主人照顾的，对她动手，你们也配？苏暖月，他可是你亲爹，你竟然纵容这些外人打你亲爹，真是倒反天罡啊！你们竟然敢打人！保安，你们是死了吗？动手啊！我看谁敢！你个苏暖玉，你个小贱人！马上就紧急召开股东大会，把你从苏氏集团彻底赶出去！这是我妈留给我的苏氏，不是你们鸠占鹊巢的安乐窝。我今天倒要看到底是谁敢走！什么情况？没什么事儿，开什么会呢？没事吧，老公？啊，这什么情况？这是大小姐。来了！哎，他们来了。道君大人，请入座。苏暖月，你还知道这是苏氏的会议室，带一个外人，一个瞎子坐在董事长的位置上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们这些股东？王总说的没错，苏暖月，你一个女孩子打理公司本来就力不从心。胡总他劳苦功高，为了苏氏鞠躬尽瘁，我们一致认为你应该把你手里49%的股份转让给胡总，让他代为管理。是啊，暖月，你看你爸爸为了苏氏，这头发都熬白，都熬没了。难道你就忍心看着苏氏在你手里一步步走向衰败吗？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苏氏要倒闭了？你看飞宇，他从小可是商业神童，前不久参加了精华论道会，那可是能够带来无上荣耀和利益的盛会，他才是苏氏的合格的继承人。我的好妹妹，听到了吗？你就别挣扎了，乖乖的把公司交出来，我还能练在兄妹的情分，让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。看来各位董事的消息还真是闭塞的可怜，我才是精华论道会最终胜利者。什么？影响精华论道会，至少能够给集团带来超过10亿订单的泼天富贵啊！哼，就算你赢了又怎么样？你在公司毫无威信，不得人心，这就是原罪。好了，各位董事，现在可以投票表决了，选择苏暖玉。那就是跟我在作对，把他赶出苏氏，否则我就撤资。哼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谁离不开谁。我感觉还是应该由胡总来接管。说话呀！我支持胡总，苏氏需要稳定。胡总，我们相信你，我们同意由胡总和飞宇少爷接管苏氏。苏暖月，你看到了吗？人心所向啊！我告诉你，苏氏集团注定是我们父子的。你放心，你妈和你的遗产，我们会好好的发扬光大的。保安，把这些无关紧要的废物给我丢出公司！我的好妹妹，你就别挣扎了，在苏氏集团，我爸和我那就是天，就是这里的法。莫离思辰，保护好苏小姐，莫让这些蝼蚁惊扰了她。是道君。苏暖月，你疯了！你让这2个小贱人在公司里动粗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动粗，自然不会，免得脏了道君身边的人手。
我母亲生前持有苏氏集团最后2%不可稀释股份，协议写明由我直接继承。根据公司的章程，加上这2%，我手中的股份高达51%，也就是说，我苏暖玉才是苏氏集团最大且唯一的控股股东。什么？他有着51%的股份，就有足够的权利罢免集团任何股东。你个小贱人，我怎么不知道你那早死的妈给你留下了这个东西？当然不会知道。从你害死我妈，带着小三还有这个私生子登堂入室吞我苏家家产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根本不是我爸，你就是一个心思歹毒、靠着女人上位、妄图吃绝户的凤凰男。还有吴总原来是这样的事儿。从现在起，我苏暖玉接任苏氏集团董事长，谁赞成？谁反对？我赞成。恭喜苏总执掌苏氏。现在我是你们的老板，我命令你把这3个鸠占鹊巢的垃圾从我苏氏大楼丢出去。是。不，你们不能这样！还放开我！大快人心！放开我！苏暖玉，你敢！我们好歹是你的亲人，你把我们丢出公司啊？你不怕天打雷劈吗？带走！慢着，你应该很想知道你母亲当年去世的真相吧？道君大人，你有办法？这是吐真符，将它贴于人的额头，便可以让别人言不由衷，说出心底最深的秘密。多谢道君。这什么鬼东西啊！啊，什么鬼东西？你给我拿开，拿开！你别碰我，别碰我！别用那江湖骗子的东西碰我，滚开！胡怀民，我问你，当初我妈病重，是不是你换了她心脏病的药？是我又怎么样？谁叫他把持着苏家，却不给我任何丝毫的权利？我活着就像是一只上门狗，只有他死了，苏氏才是老子的。苏暖玉，你早就该和你那个妈一起去死了。没错，刹车是老子动的，害得你连回腿伤，那又怎么样？要不是这个小白脸给你治好了，苏氏和你早就是老子的。你敢打我？打你！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你！跟你们这些披着人皮的畜生，和你们流着一样的血，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。从今天起，苏暖玉和你们恩断义绝。啊！是。把这些垃圾给我从苏氏大楼丢出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揍死你！你这个贱人！贱人！从今天起，我苏暖玉就是苏氏唯一的总裁，而苏家永远奉君上为主。我等任道君为主，事事以道君为先。苏暖玉，2月之期未到，我会护你周全。还有，想好你的第3件事情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，老公，我们被那个贱人赶出来，现在身无分文，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呀？妈，你别担心，他得意不了多久。我已经请了杀手组神仙魔界，不出3天，让他苏暖玉人头落地。可是那个秦阳怎么办？我瞧那个人真的有点邪门呐，装神弄鬼罢了。这次我请的可是金牌狙击手，100米之外就能取人性命。他不过是什么狗屁道君吧？我就不信他还能拍得过子弹。非议做得对，但斩草除根。他死了，苏氏集团照样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对，走走。君上，目标锁定，任务开始。
啊！这是有人要杀我，是苏飞宇，一定是他派的人。好小子，有点意思。你是第一个能救下我目标的人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斩断我第二发子弹。凡间的武器对你们肉体凡胎来说是无敌，但对于我来说，不过是暖云虫。独手抓子弹，这他妈还是人吗？你无需担心，他已经死了。多谢道君，救命之恩，苏暖玉无以为报。儿子，苏暖玉那个小贱人到底死了没有？是啊，飞宇，按理说那是一场必灭的事，早该有结果了。怎么样？儿子，是不是成功了？失败啊？什么？什么？那可是阎罗殿的金牌杀手啊！爸，杀手死了。电话那边说，那个小白脸隔着1000米杀了他。什么？完了，一切都完了吧？他就不是人，他不是人，他不是人啊！不是人。我们奉苏总的命令，送3位去非洲体验人生。这辈子你们就在那儿好好忏悔吧。不要，我不要去，我不去，我不去。爸，情报确认了，苏飞宇他们找了秦楼殿的杀手，结果杀手被秦阳千里之外反杀了。苏暖玉现在已经完全掌握苏氏集团，这样的麒麟儿必须回归我秦家，助我秦家登顶精华。还登顶精华？爸呀，你就别做美梦了。咱们之前那么对待秦阳，人家根本就不会回我们秦家的。是啊，他现在恨我们还来不及，总不能让我们秦家所有人都去给他下跪，求他回来吧。爷爷，我有一计。秦阳再强，终归只是一个人，他能对抗我们一个秦家，还能对抗所有的京城豪门大族吗？说下去。我们放出消息，就说秦阳有让人延年益寿、起死回生的神术。只要我们牵头，号召所有的豪门大族对苏家和秦阳施压，等到他坚持不住、走投无路的时候，除了回归秦家寻求庇护，还能做什么呢？丽儿，妙啊！哈哈哈哈！好计，就这么办。我秦家得不到的，谁也别想得到。我要让他知道，离了秦家，他什么也不是。哈哈哈哈！啊，爸！爸，你怎么了？爷爷，爸！哎呀！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啊！爸！爸！完了！秦阳之前说过，他眼睛上的符咒一旦被拿掉，我们秦家血脉就会遭到天道的反噬，所有人都会疾病缠身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医生，我秦家到底是怎么了？秦老先生，你们的身体器官没有任何器质性的病变，但是你们的生命机能却在加速衰退。以您的年纪，恐怕只剩最后3天。至于秦家其他人员，情况稍好，但根据我们的模型推算，也就只剩最后3年寿命。啊！爸，咱们去找秦阳，他一定能治好我们的。他说的都是真的，疾病缠身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报应，都是报应。看来呀，我们就要这么潦倒的死了。闭嘴！
都是你们这两个蠢货，放着秦家的秦丽儿不要，偏要去捧一个假儿子。现在好了，秦家的天要塌了！老东西，你还有脸说？要不是你这个老不死的，当年听那个江湖术士的话，非说儿子是天煞孤星，可我们秦家逼着我们把我们的养儿送到了道观，自生自灭啊！都怪你，是你把他给扔了，你还我儿子，还我儿子！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要活命，只能去求秦阳了。大孙子，爷爷，不，咱们秦家来恭迎您回家了。大侄子，以前的事儿都是我们秦家不对，是我们瞎了眼。我现在就让你爸妈和那不知好歹的养子给你跪下道歉啊！带过来。哎呦，孽障，还不快给杨儿道歉！你想让我们秦家陪着你下葬吗？儿子，不是道君呐，这全都是我的错呀！对了，咱们秦家嫡子的位置永远是你的，我绝对不可能给这一个秦丽这个外人的呀！阳儿，你才是妈妈唯一的儿子呀！秦丽，他只是替代品而已，求求你，治好我们全家的怪病吧！妈，你们说过，我才是你们最疼爱的儿子啊！你这个鸠占鹊巢的玩意儿啊！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少爷永远是秦阳。你占了这么久的位置啊，还不知足吗？现在立刻马上把属于杨儿的一切东西全部还给杨儿，然后给我滚出秦家！杨儿，够了吧？能够。好。杨儿说不够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去，把秦丽这个野种的腿给我打断！爷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你说过我是秦家最出色的一代，我给秦家拿了这么多项目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放开我！秦阳，你就是个骗子！你们迟早会后悔！你这个畜生，我让你胡说八道！杨儿啊，这个孽畜啊，已经得到教训了，现在还满意吗？只要你点点头，秦家所有的一切立刻都是你的。还是不够。还不够。杨儿啊，你要什么跟爷爷说，秦家只要有的，全都给你。儿，道君说你们家的心不诚，赶紧跪下磕头。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当年猪油蒙了心，才把你扔到了道观。我该死，我该死！杨儿，妈妈求求你，救救我们吧！求你了！好孙儿，求求你救爷爷！爷爷只剩3天了。秦老太爷好像忘了，之前道君要的是你，3步一叩，9步一跪，从秦家大宅一路到这儿，为你当年试图诛杀亲孙的恶行跪地忏悔。
秦阳，你欺人太甚！我乃秦家之主，若是我跪了，秦家的颜面何存？在京城，我们秦家就会成为别人的笑料，该如何抬头啊？看来这只剩3天的寿命，和即将分崩离析的秦家，也不足以让你低下那颗高贵的头。爸，你赶紧跪下吧，我们秦家要完蛋了！都死到临头了，你还嘴硬啥呀？命都没有了，你还要什么脸啊？爸，你赶紧跪下，赶紧跪下，赶紧跪下呀你！老夫错了，对22年前因一己之私诛杀亲孙的恶行忏悔。求您，求道君饶过我秦家吧！你可知本君修的是什么道？本君修的是无情道。女人、权力、财富于本君而言皆是浮云，而有仇之人，秦家必死无疑。董事长，股票全崩盘了。秦总，我们和王家、李家京城所有的合作，在刚才1分钟之内全部被撕毁了，所有的资金全部打水漂了。你们把我像废物一样牺牲掉，结果呢？秦阳不还是没有原谅你们吗？你给我住口！我腿坏了，你们也好不了。儿子，爸还年轻，爸不想死，爸不想死，你救我呀，救我！爸不想死，滚开！别用你的脏水脏了我主人的一脚。儿子，全都成真了，我们真的会穷困潦倒，疾病缠身，不得好死。爹！秦家灭了，灭了！爹！你们怎么不死啊？爹啊！天地造化，我一即到，万法皆空。因果已清，清源已断。1日之后，白昼飞升。道君大人，您曾许诺会满足我最后一个愿望，现在乃玉想好了。说。我想请道君赐我一个属于您的血脉后代。你可想好了？我的血脉非同凡响，此子生来便会是天之骄子，但也同时命途多舛。你承受得起这份因果吗？我愿意承受一切后果，只为能为道君留下血脉，延续香火。This energy, eventually just a feeling for a minute. Between the sapphire skies, broken paradise. 此乃本君心头精血，蕴含本君生命精华和大道理。今日便将其赐予你。
然，此子身负我血脉，生来便具有异象。若作恶，自会有天道收他。你好自为之。我一定倾尽所有，将他抚养成才，绝不让他堕入邪道。多谢道君赐子。馒头，我是这家家主，这都应该是我的，我的。我是道具，我要成仙了！我是道具，我要成仙了！周莫离，你道心坚韧，可威我为人间之眼，代为监察此界。本君赐你本命佩剑，若是遇见大奸大恶之人，可先斩后奏。属下遵命，必不负道君所托。叶思成，你灵台脱敏，不拘于行。本君赐你自创心法，逍遥自在诀。若是修炼成大成之时，方可真正逍遥自在。谢道君赐法。苏暖玉，你借我之势，以掌权柄。此子承我血脉，若是18岁之前为恶，本君留你体内的道种，自会将其修为尽废。此间尘缘，你我两清。谨遵道君法旨。时辰到了，此方天地为我之承劳，亦是我之道场。今日家走尽去，前路再无故人。恭送道君飞升。